你大概见过这样的人，或者你自己就是。办公室里，他永远是最晚下班的那一个。同事随口一句帮我拿下快递，他放下手里的活就跑。领导临时加任务，他从不拒绝，哪怕自己已经忙得连口水都没时间喝。他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好说话，足够勤快，足够没有脾气，就能换来一份安稳的人际关系。可结果呢？那些他帮过的人很少说谢谢，那些他迁就过的人越来越不把他当回事。他成了办公室里最累的人，也是最不被尊重的人。这不是善良的错，而是讨好这种姿态本身，在职场这个能量场里，会悄悄变成一根刺，扎向自己。讨好并不是真正的善良，善良是有选择的，是在保护好自己之后，有余力才去帮助别人。而讨好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退让，是一种生怕别人不高兴的恐惧。讨好者的心里藏着很多声音，如果别人生气了，那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。我不能拒绝，拒绝会让对方失望。我不可以主动争取利益，那会显得我太计较。这些声音的背后，是不敢面对冲突，不敢承受被讨厌的风险，甚至不敢相信自己原本就值得被好好对待。这种模式很多是从小就养成的。小时候，父母的爱可能是有条件的，你听话，他们就高兴；你成绩好，他们就温柔。你学会了用乖巧去换取安全感，用讨好去避免责骂。到了职场，你继续沿用这套剧本。你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好，就不会被指责，不会被边缘，不会被抛弃。可是职场不是家庭，这里的人不会因为你乖就疼你，他们只会因为你没有边界，就习惯性的把最累、最脏、最没人愿意干的活都推给你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职场有一个很残酷的底层逻辑，它倾向于把人工具化。你的同事和领导首先看到的是你的功能，而不是你的感受。当你主动缩小自己的需求，压抑自己的情绪，把自己变成一个什么都行、什么都好的人时，你其实在诱导别人把你看作一个没有情感、不需要被尊重的工具。这不是别人的错，是你自己先把自己放在了那个位置。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道德排除。当一个群体里出现一个毫无底线、永远退让的人，大家会下意识地把他排除在需要受到公平对待的范围之外。他不是被当作一个完整的人，而是被当作一个可以随意使用的资源。更糟糕的是，欺负他的人并不一定有多坏，可能只是觉得反正他不会生气，反正他说好，于是一点一点地试探他的底线，发现他没有底线，就继续往里踩。这不是人性的恶，这是人性在没有边界的地方自自然然会发生的滑坡。那些喜欢抱怨、喜欢推卸责任、喜欢把情绪垃圾丢给别人的人，在职场里有一个形象的称呼：能量吸血鬼。他们自己不想付出，就盯着那些好说话的人，你越是不敢拒绝，他们越是盯上你。你每一次勉强答应，都是在告诉他们，我这里可以无限取用。你以为忍一忍就过去了，其实你是在喂养他们的习惯。你的能量就这样一点一点被抽走，你不仅身体累，心更累，因为你一直在做两件事：压抑自己的委屈，伪装自己的轻松。这种心理苦力活比搬一整天砖还消耗人。那么该怎么办呢？难道要在职场里变得冷漠、自私、不近人情吗？当然不是，你不需要变成另一个人，你只需要找回自己的边界。边界感不是一堵墙，而是一扇门。你知道什么时候该开，什么时候该关，你知道哪些忙可以帮，哪些忙帮了反而害人害己。你知道哪些情绪是你的，
哪些是别人硬塞给你的。边界清晰的人不是冷血，他们只是清楚我不能为所有人的情绪负责，我只能为我的选择负责。在职场里，建立气场不需要你凶神恶煞，它只需要3样东西：底气、骨气、和气。底气来自你的专业能力，把你分内的事做到让人挑不出毛病，把你擅长的领域做成你的招牌。当你不可替代的时候，你不需要讨好任何人。骨气是你守住自己的原则，不该接的活不接，不该背的锅不背。这不是倔强，这是对自己负责。和气是你在拒绝的时候依然保持温和，你不发脾气，但你的态度是稳的。你不伤人，但你不怕被讨厌。具体到每一次拒绝，有一些小小的技巧可以帮助你走出第一步。当同事突然丢给你一个紧急任务，不要马上回复好的，你可以说我手头正在处理20，等我10分钟看一下时间，安排再回复你。这10分钟是你给自己留的缓冲。你会发现很多请求其实没有那么急，对方只是试探你能不能接。你停顿的那一下就已经在告诉他我不好欺负，如果你想拒绝可以试试不，但是得句式，这个我暂时帮不上忙。不过我建议你可以找20部门的20，他可能更擅长。你拒绝了，但你给了出路，你不是冷漠，你只是诚实。如果是上级分配了超出负荷的任务，不要硬扛，把你的工作清单整理出来，列清楚每件事需要的时间和优先级，然后平静地问他，您看这些里面哪一件可以往后排？把选择权交还给分配任务的人，这不是顶嘴，这是专业。拒绝不擅长的事情时，可以说这个领域我不太熟悉，怕做不好耽误你。你可以问问20，他更专业，你保护了自己，也保护了事情的质量。你还需要学会一个重要的心态，你不需要为他人的失望负责。当你说不的时候，对方可能会不高兴，这不代表你做错了，只是代表他的期待落空了。他的情绪是他的事，你没有义务为了让别人舒服，就让自己不舒服。真正的职场关系不会因为一次合理的拒绝就崩塌。真正值得你合作的人，恰恰是那些尊重你边界的人。那些因为你拒绝一次就翻脸的人，本来就没有把你当朋友。你也不需要讨好他们，从今天起试着从小事开始练习。有人让你帮忙拿快递，如果你正忙，就说不好意思，现在走不开。有人在下班前塞给你一个任务，如果你已经安排好了晚上的事情，就说明天一早处理可以吗？你会发现天不会塌，那些你曾经害怕的冲突大多数都不会发生，即使发生了，你也有能力面对。你的善良必须带一点锋芒，不是用来刺伤别人，而是用来保护自己。当你在边界上站稳了，你的能量不再四处泄露，你才有真正的力量去帮助那些值得帮助的人，去完成那些真正重要的事。职场不需要老好人，它需要的是有原则的合作者。你不必讨好任何人，你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，守好自己的线，温和而坚定地站在那里。渐渐的，人们会习惯你的边界，也会开始尊重你的存在。真正欣赏你的人，永远欣赏的是你骄傲且有边界的样子。